深夜时分，毒龙河旁，火把林立，我们被团团围住。只听喊声震天，金属刀具互相碰撞的声音，再加上夏尔巴人整齐划一的口号声，听在心里发慌。于哥，你有没有把握？把握不敢说，但这种没有系统学过武的大个子，一般都有后劲不足的毛病。你别忘了云峰，当时黄天宝也败给了我。对，于哥，你一定能赢，兄弟后半生的幸福交给你了。要是输了，刚才咱们都听老夫说了，夏尔巴人可是会吃人的。滚犊子，你别给于哥这么大压力。记住我的话，待会儿就算能赢也不要赢。你们不会以为赢了就能平安离开吧？杂米王要是输了，夏尔巴族真会吃了你们，他们丢不起这个人。什么？那怎么办？不能赢，输了不是更完蛋？你小声点，你跟我刺挠什么？注意跟帝师说话的态度，叫我彪哥。彪哥，我们既不能赢也不能输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简单，撑着，撑5分钟，我安排的人马上就到，到时你们就知道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是你先还是我先？好，你过来呀！よし！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听不懂，有可能是称赞的意思吧。你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吧。对了，时间马上就要到5分钟了，如果你没有在5分钟内把我打趴下，那就请放我们离开。于哥，完了完了，于哥脑袋要给家爆了，怎么办？这下咱们全都死定了。王啊，这就是你自以为是的力量，比起我认识的另一个大个子，差远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王啊，您的妹妹来了。刚打。老胡，这人谁啊？降达是谁？这个带着10几个人突然出现的女的，是首领杂米王的妹妹。降达是夏尔巴语中哥哥的意思。大事不妙了，刚刚被你们捅死的男的是这女的老公，也就是说是首领杂米王的亲妹夫。完了完了，赵轩轩你完蛋了，你杀了人老公，人要找你报仇了。小轩不怕，直接正面迎接这女人注视的目光。而于哥刚才决斗明面上看最后双方各退3步，但我老觉得于哥是故意退的。随着这女人的出现，矛盾又加重了。我们被30多个汉子围着，带回了夏尔巴人的领地，我心里很忐忑，更加担心小轩了。你们摊上事儿了，你们摊上大事儿了。又咋的了？彪哥，我们可是都听你的，包括来这里。另外咱都是老乡，你看能不能？就是老乡，所以我才想救你们。你们不知道，人家正商量着用哪口锅，是蘸盐还是蘸胡椒面，准备把你们都吃了。啊！真是笨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你给我表示表示啊！哦，我懂了，你要多少钱？钱在这山里钱有个屁用，还不如擦屁股纸好用。你给我整2条烟，我好个月没闻烟味了。另外还有什么好东西都给我留点，咱们东北爷们说话直接，你给我想要的东西，我救你们命。牙仔，我哪有什么烟？上山之前就忘记买了，就这一包。哎呀！还想骗我？我们这一共只有1条半，再多的就真没有了。大前门的味道，好久没体验过这种感觉了。还有什么好东西？火腿饮料或者巧克力什么的，有没有？有一点，我再去包里找找。你有这好东西怎么不早说？云峰，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东西？你在哪买的？你就这一盒，还有没有了？没了，就这一盒。放心吧，老乡，在这深山老林里碰到了，咱们就算有缘。我已经想好了计划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后天你们就能离开了。后天？明天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这妹子杀了首领妹夫，我必须要对他们做出解释。明天我会做一场仪式，等仪式完了，我会说他是金刚亥母转世，到时配合一下。说小轩是金刚亥母，什么意思？跟你们讲了，你们也不懂，他们都很信这个，照我说的配合就行了。上午8点，我们被人带出去，要参加他们的抓查岗仪式。仪式主持人是张彪，很简单，桌子上摆了一个陶土烧成的黑坛子，从外头看不到坛子里有什么，坛子里都是放的干核桃，数量有好几十个，只有其中1枚核桃在底部做了记号，钻了一个小眼，这个带小眼的核桃就叫茶嘎。能行吗？小轩，
放心吧，只要和其他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我就有信心。普通核桃，你还有2次机会。完了完了，赵轩轩，你死定了！你不是说你有信心吗？我再试试。怎么又是核桃？奇怪了，我明明在核桃上做了手脚，应该能摸出来的。难道是？肯定是撒迷王的妹妹搞的鬼。你收了我们那么多好处，感情是在玩我们？说好的计划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撒米王的妹妹，那东西被她调包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福叔说的什么？他们？我听了个大概，他说自己昨晚半夜3点起来夜观天象，看到星光暗淡，荧荧火光，离离乱祸，是有灾星出世，而且这灾星闪烁的位置正冲着部落方位，说明部落里近期会发生祸乱。不愧是诈骗犯，这种情况都还敢去骗。我的王啊，你有所不知，所谓福兮祸所依，祸总是伴随着福而生。我们部落里近10年来，男丁过多，女丁减少，要再这么下去，可就没办法繁衍壮大了。血神眷恋夏尔巴族，特意派了金刚亥姆的转世身来到了我们部落，帮助我们夏尔巴人繁衍生息。我的王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呀！让开，都让开！多吉帕姆、马尔巴、金刚亥姆显法身。虽然头发还有点湿，但此刻的小轩，尤其是她的侧脸，弧线完美，显得圣洁、神圣、高贵，不容半点轻看。所有的夏尔巴族男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看呆了。张彪更夸张，他扑通给小轩跪下，双手高举过头顶，五体投地，顶礼膜拜。小轩，小轩，你怎么了？中午时分，整个夏尔巴部落炸了锅，金刚亥姆显法身，这还了得！我还是低估了鬼神之力对这种半原始部落的影响。昨天关我们的木屋，中午时分，里里外外围的全是人，但他们不敢进来，都离得远远的，因为张彪吩咐过，对他们说金刚亥姆需要清净。老师傅，你这办法太好了，可比我的厉害多了。我原本想用干葡萄皮加淀粉水化，但效果肯定远不如你这个好。张老弟言重，不过就是些过去江湖卖艺人的小把戏而已。朱砂配明矾，小苏打水，只要稍微预先收下人，再接触到清水，就能完全显现出来。彪哥，刚才怎么回事？那核桃，你不是昨天晚上做好了记号，怎么会出意外？是撒米王他妹妹的老公干的。什么？彪哥，你别吓我！昨天前半夜，她老公昨天让赵轩轩捅死了，怎么后半夜又跑去做了罐子手脚，诈尸了？不是死了那个，昨晚死了那个是老二，还有老大和老三。撒米王妹妹嫁给了他们3兄弟，3兄弟共同拥有一个老婆。你们不懂，这种情况在夏尔巴人这里很常见。如果他们3兄弟全死了，撒米王妹妹还会接着嫁给他们3兄弟的表兄弟。如果他们的表兄弟也死了，还会接着嫁给表兄弟的叔叔伯伯之类的人。只要身体好，年龄不是问题。这可是21世纪，竟然还有这种规矩。那动手脚的人是老大还是老三？应该是老三，其他人都不会出去外界。小瘪犊子，看我以后弄不死他。不过我最担心的还不是他。妹子，你刚才没注意到吧？注意什么？眼神啊！刚才你额头上不是出了红莲花吗？我刚好有看到。撒米王妹妹看她的眼神变了。是恨我吗？不是恨，我看到是像爱啊。据我所知道的，撒米王妹妹不光喜欢男人，同时也喜欢女人，她是男女通吃那样似的。真的假的？感觉好恶心啊！你先别慌，妹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要不是我早成家了，说实话，我都可能心动，主动去追你了。我们一下子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。下午2点半，准时开始分发灵水，就是一个大脸盆装满了清水。小轩拿着勺子舀到别人碗里。都别抢，大家都别抢，都会有的。兄弟，真的吗？和我们平常喝的不一样，灵水甜甜的。不甜才怪，一袋子糖全倒了进去，能不甜吗？是炸米王的妹妹，她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注意你的态度，他是金刚亥姆转世，赶紧退下。这女的好可怕啊！云峰，你看我手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傍晚发完了灵水，我看到几对男女手拉着手去了树林里。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能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豆芽仔急得抓耳挠腮，还让我跟他一块去看看。没事的，你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认识就算缘分。走，哥带你们去领略一下夏尔巴族的风土人情。看到人家了怎么办？说不定会挨打。放心吧，你们什么都看不到。什么意思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什么玩意？小房子？
害我空欢喜一场，这下又没得看了。怎么样，兄弟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？夏尔巴族有试婚的习俗，这些小屋就叫试婚小屋。如果他们族里男女互相看对眼儿了，会跟双方父母说一声，然后从家里搬出来，到试婚小屋中生活。他们所有人都是先有了孩子，再进行下一步的。试婚一般最短3年，最长10年。几年后，若是互相还爱着对方，那时候才会真正结婚。那要是最后没在一起了，孩子怎么办？问得好，所以我昨天才会跟你要那东西。要是有了孩子，一般都是男方支付给女方一大笔抚养费。抚养费？不是说部落里不用钱？我说的抚养费不是指流通钱，可以是几十斤盐、几十斤糖等，或者有的人干脆会给几斤雪巴猪。雪巴猪是那种红珠子？这里人会做雪巴猪？当然会做，就是这东西。彪哥，你会做雪巴猪？我哪里会？族里有几个老人会。怎么？你们想看看怎么做的？雪巴猪价格不菲，要是能带点回去，说不定也能发一笔小财。彪哥，能不能帮我弄一点？这个恐怕有点难，我是部落地师，那几个会做雪巴猪的老头都防着我，更别说你这个外人了。你看这样，等我们走了，过段时间再回来看你，到时我多给你带点好东西。行，那东西记得给我多带点。你要多少？最起码也得10箱吧。我操！你放心，老哥给你安排，我保证你在走之前能看到他们是怎么做雪巴猪的。晚9点左右，族里开始举行树葬，这是我第一次亲眼完整目睹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树葬。那具男尸在家里，9点半，杂米王妹妹把尸体背了出来。彪哥，这篮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夏尔巴族几代人死后都葬在了这里，这树枝上每一个竹篮子里都放着一具男尸。都是男尸？那女人和小孩子死了呢？不葬在这里？女人和孩子死了也葬在这里。你注意看那几棵大树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难道是葬在了树干里？对，他们会先选足够粗的树，然后在树上掏洞，将尸体放进洞里后用树皮遮盖，最后再用绳子绑上。那底下那些木桶是做什么的？那个叫鬼桶，是用来接尸骨的。对好位置，只要树上有骨头掉下来，就会掉进桶里。一个人的尸骨一旦开始从树上落下，那就说明这个人的灵魂已经升天了。疯子，你怕了？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儿，以前出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腌咸鱼，撒点盐巴，海风一吹，风干的老厉害了。有点不对劲，他们部落为什么会有这种习俗？彪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收集尸蜡？这你就别问了，兄弟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祭祀活动而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张彪眼神有些闪躲，明显还有事瞒着我，但我也没多问。就这时候，一种不明液体从上方的篮子里不偏不倚地掉进了豆芽仔的嘴中。卧槽，什么东西掉我嘴里了？好像是水。你觉得什么味道？有点像股六神花露水的味儿。不好，你他妈的喝了尸蜡了！什么？你太不小心了，这东西会要人命的，赶紧吐出来。彪哥，你别吓唬我，快说说怎么一回事？这里的尸蜡不一样，这里的人在死后第4天，全身会被刷上一种酸性的草药水，这种草药水可以帮尸蜡快速形成，含有剧毒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多喝点水吧，能喝多少喝多少，喝水帮助排毒。急匆匆跑回去，一进门，豆芽仔直接抱着水壶，咕咚咕咚大口喝水，很快喝完了一水壶，他又找出来2瓶矿泉水，拧开接着灌。疯子啊，我真就是喝了一滴。彪哥说那玩意比百草枯还毒，现在我感觉这里疼得慌。万一我要有个3长2短，你就把我卡拿走吧，卡里一共有547万9块6毛2，密码是774168。你啥事儿没有，喝了一滴而已，你怕个毛？再说了，也不一定喝的就是那东西啊。疯子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妈不是早死了吗？我爸虽然组建了新家庭后早不爱我了，但他毕竟把我生下来了，就给他留100万，让他养老用。我老舅的船不是自己的，他早就想买一艘属于自己的大船，给他300万。还有，我老家在舟山高亭镇，那里有个高亭中心小学，你找一个叫齐德清的老师，齐老师养着11个孤儿学生，你给他20万，找个地方随便把我埋了就行，别给我烧纸，那是浪费，千万别乱花1分钱。至于剩下的，疯子你们都分了吧。你赶紧上床睡觉吧，明天咱们就去盆地了，别在这瞎想。卧槽，吐这么厉害，怎么连胆汁都吐出来了？怎么了，云芬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豆芽仔，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神志清醒就还好，有的少数民族部落里的东西邪得很。赵爷以前跟我讲过，去了苗寨别喝白粥，老人递卷烟不要抽。说到底还是我们不了解他们，再这么拖下去不是个办法。云峰，你去把张彪叫来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。除了杂米王，张彪住的木屋最大最好认。我打着手电赶过去，到了门口，听见屋里传来啪啪的响。彪哥，你睡了没？干啥啊，兄弟？我都睡了。彪哥，你赶紧跟我走。豆芽仔回来后老是吐，刚才又说胸口疼了。他回去没喝水？喝了。你那兄弟运气真是有点背。这么说，你来是叫我过去治他？是啊，我又不是族里医生，你找我有毛用啊？赶紧去找部落里的巫医吧。讨厌！什么巫医？这人在哪儿？这样，你先回去等我，我马上好。彪哥，
你快点，人命关天！你别催，我知道了。凌晨3点多，商标领来的老太婆称呼她为老错母。这老太婆扒开豆芽仔眼皮看了看，又撩开被子，仔仔细细看了豆芽仔的脚趾甲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他说胸口疼就是中毒的早期反应，但就喝了一滴，应该没啥大事儿，只要别喝水就行。什么玩意儿？别喝水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没错，人无一就是这么说的，短期内别喝水。张彪，你个王八蛋！上次部落里有个人碰到了失蜡，我记得是多喝水能好，真对不住你兄弟，真是我记差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尽我最大能力帮你。我问你，你们所谓的树葬不是夏尔巴人的本意吧？现在这里就我们2个人，你必须说出来失蜡的秘密，不说也得说。兄弟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也看到了，巫医正在给治啊。少废话，快说。死就死了，不过兄弟，这个秘密我告诉你，你绝对不能再外传出去了。要是那样，包括我和首领在内，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遭殃。你说，树林那边远离部落，一方面是为了安全，另一方面那边是个风水之地，你可知道？我知道，刚看第一眼就知道了。兄弟啊，我大概猜出来你们是做什么的了。不过你别担心，咱们都是混江湖吃饭的，你们干什么都跟我没关系。3年前，有个男的来了我们部落，他让我们在松林收集尸蜡，这个催尸蜡快速成型的配方也是他给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个人让你们用自己部落人的尸体刷上他给的配方药水做尸蜡，杂米王会同意？你们都同意了？我们必须同意，如果我们不同意，部落里的人会相继死亡，那个人太可怕了。我们收集好的尸蜡，每隔4个月都会派人给他送过去。这人叫什么？多大年纪？长什么样子？也住在这附近？叫什么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40岁左右，好像有个外号叫7月爬，就住在独龙河上游的死亡盆地。每次去送尸蜡，都是杂米王妹妹带2个人提着桶去的，我只去过1次。也就是说，你见过这个人长相？是的，我看到过他脸1次。每次去送尸蜡，都是杂米王妹妹带2个人提着桶去的，我只去过1次。也就是说，你见过这个人长相？是，我看到过他脸1次。这样，你跟我回去，我小老婆画画很好，我让她把这人的长相给你画出来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好家伙，原来他采用的是翻牌的方式来决定今晚找哪个老婆的，难怪他一直不愿意离开部落，感情这生活就像皇帝一样。彪哥，这人谁啊？她是我的小老婆，不会说汉语，但因为和我在一起2、3年了，能听懂一些。老幺，我的笔记本放哪了？怎么找不到了？你去帮我找找。羡慕吧，兄弟。总算是找到了，老幺最棒了。2人当着我的面交谈了几句，当听到彪哥要画那个男人，他小老婆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，他愤怒地说了几句，起身便向外跑。我的话你都不听了，我打你信不信？老幺别生气，我最喜欢你了，疼你都来不及，怎么舍得打你呢？兄弟，你先出去等2分钟行不？我做他工作。哦，好。什么情况？该不会是打起来了吧？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害怕7月爬？彪哥，你的脸没什么，兄弟，有些情况你不知道，我这次帮你冒了很大风险。这个7月爬，我感觉到他不是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以前部落里有几个年轻人不服气，说要收拾他，结果后来几天，那几个夏尔巴小伙子要么淹死在了河里，要么睡死在了木屋里。当时我亲眼看到尸体抬出来的，他们眼睛瞪得很大，像是死前见了鬼，还有他们身上又留了一个记号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图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问过那些老一辈的夏尔巴人，他们说这是党项人的象征，守护和诅咒。守护什么东西？我哪知道？不对，鼻子不是这样子的，应该更挺一些。下巴也不对，下巴有胡子，应该是那种摸起来会扎手、很硬很短的胡子。他小老婆将画笔揉成一团，又重新铺开一张白纸，继续画，再次画好一张。彪哥砰的一拍桌子，激动说：“对，就是这样，兄弟，这次对了，就是这个人。没有眼睛，这看着也不像是个人啊。不会错，这次的最像，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，他那种眼神我忘不了。笔给我，我来画眼睛。看吧，兄弟。你画的是个啥？眼睛怎么这么小？老幺，还是你来画的了，我他妈这画的什么玩意？彪哥，有人来了。
不要管，赶快画完。张彪额头上出了汗，无视了拍门声，伴随着拍门声越来越大，他小老婆拿笔的手不停抖动，无意中碰到了蜡烛旁放的半碗油茶，油茶洒了，这画像的半张脸瞬间被搞花了。看来情况不太好啊，先溜吧，彪哥一定有办法的。云峰，这是个人？虽然不清楚，但我能肯定，我没见过这个人。我也没见过。豆芽仔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吃了巫医给的药，情况好了些，胸口没那么疼了，不过还是恶心呕吐，看情况吧。吐过实在不行，就送牙仔去康定医院看看吧。不幸中的万幸，豆芽仔吃了巫西给的药，一直挨到天亮，终于不再吐了。他盖着被子躺在床上，脸色发白，整个人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。让豆芽仔安心养伤，以不变应万变，真出了事儿，我替他扛着。对了，张彪他应该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云峰都已经跟我说清楚了，情况怎么样？杂米王他们没为难你吧？能怎么样？我在这里还能怎么样？有的人你能忽悠住他第一次，就能忽悠住他第二次。放心吧，心放到肚子里，安心在这住着，啥事儿没有啊。你那个兄弟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行，比昨晚好点了。早上喝了2大碗粥，没吐。先出来吧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所以你们打算在这里多留1、2天？我想好了，我们目标一致，敌人都是七月爬，我都出卖他了，那这次就得豁出去，说什么都得把他弄死。我吩咐快点收集尸蜡，我们能见到他的唯一机会就是去送尸蜡。有枪没有？有，怎么了？你跟我们一块去，七月爬会检查送去的尸蜡质量，那是个机会，到时候你就突然开枪，不要犹豫，一枪把他打死。如果弄死了七月爬，我的地位在部落里就会更上一层楼，到时候我说1就是1，说2就是2，谁也不敢不听我的话，我他妈娶20个老婆。你就偷着乐吧你能说服首领，他们能同意带着我们一起去。我说过，能忽悠1次就能忽悠第2次，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哇哦！看什么呢？好美，好美的女孩，像仙女。哎呀！傻了，眼睛掉地上了，你看你嘴角都流口水了。哪有口水？彪哥你别瞎说啊，刚才过去那是谁？说实话，真漂亮。好看就对了，夏尔巴族有古羌的血统，盛产最纯正的西域美人。你想想，过去多少皇帝都被西域美女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看上她了，我去给你问问。算了吧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，没工夫搞这些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第二天，豆芽仔能下地了，一顿能吃4个馍。他说：“哈哈，哥没事了，死不了了。”那你之前说的话还算不算数？什么话？我说什么了？774168。你小声点啊，疯子！万一让别人听到了怎么办？我想好了，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密码。你是怎么存了那么多的？明明你入行比我晚，却比我多了200多万，你不是背着我和把头走私活了吧？疯子，你别瞎说，我可没走私活。咱们盗墓搞来的那些钱，我1分都没敢花，那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。往后2天，我一直拿着根木棍在部落里转圈，我在寻觅那个穿白衣服的夏尔巴族女孩，可是这2天一直没再见到她。难道是一直都在家里没出门？要是能再见到她就好了，能做个朋友也行。可惜啊，看不到了。想什么呢，兄弟？该出发了。我已经说服了首领，他同意带着你们一起去。不过你要小心，不要随便乱跑，到时候一切的听我们的。见到七月爬，按照之前的计划行动就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第4天，我们离开了部落，顺着独龙河向上游走，开始前往人迹罕至的死亡盆地。一同跟随我们离开的还有彪哥和首领妹妹，身旁还跟着几个护卫。杂米王妹妹带了把奇怪的武器，这东西叫羊角鼎。此外，她还随身带了个铁笼子，笼子里关着一只我不认识的白头小鸟。我有些好奇，彪哥，带武器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带只鸟？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反正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个地方，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大家都小心些，别滑下去了。7年前我来过这里1次，当时没敢下去。这底下有个地区叫迷魂寒，前些年有3波野生动物科考队下去过，他们一共失踪了11个人。最后搞研究，有人猜测得出个结论，说这个盆地是几亿年前天上掉下来一块巨大的陨石硬砸出来的。狗屁呀！哪儿来的陨石？这底下原先就是个湖，湖水干了成了盆地，底下的大雾是瘴气的一种，形成原因是动植物腐烂。等下有口罩就戴上，没有就算了，反正我上次下去就没戴。那能行吗？你们不在山里住不知道，这种像白雾一样的瘴气毒性最小，
基本没啥事儿。只有那种无形瘴气和有颜色的瘴气才厉害，那个叫黄毛瘴和红毛瘴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快走吧，记得跟上，别掉队了。下去后就像张彪说的，我闻了那些白雾，确实没什么事儿，头不晕眼不花。杂米王妹妹将笼子里白头鸟放出来，这只白头鸟没飞，反而是一蹦一跳的蹦着进了树林。老夫说的对，这个地方叫迷魂寒，人不敢来是因为里头认不清方向，容易迷路。这只鸟是3年前7月爬给首领的，跟着鸟走不会迷路，你们几个可得跟紧了。奇怪了，我的表怎么回事？表坏了，小轩，你们的呢？都一样，没动静了。那就可以肯定了，这个地方的磁场一定有问题。停，先别走了。有个奇怪的声音，你们听到了没？没有啊，疯子，哪儿有什么声音？于哥，你听到了？没有。不对，一定有，就在这附近。你们先别说话。是啄木鸟的声音，不对，不是啄木鸟。疯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听起来像是手指甲挠树皮的声音。云峰，怎么了？那个方向听起来好像有人在挠树皮。挠树皮？那里是吧？我过去看一眼。别去，彪哥，于哥就是过去看一眼，没什么的。我说了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别过去。注意你说话态度，我们是朋友，可以合作，也可以不合作，不要命令我们做事。呀呵，美女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对不住，刚才我说话语气严重了吧，兄弟，我也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。这可是在深山老林里，可能碰上豺狼虎豹啥的，还是不要乱走了。如果什么都没有，这女的为什么这么警惕？不对，张彪和他一定有事儿隐瞒了我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走了10分钟，我突然发现，在好几棵树的树皮上留下了抓挠过的痕迹，手指印清晰可见，很多树的树皮都没了。把头，你快看那树！我就说刚才听到了挠树皮的声音，原来真的有人在挠树皮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恶心？你放屁就不能躲远一点儿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实在旦夕不由人，没忍住，我上趟厕所。别走远，你就在树后头方便，我们等你几分钟。疯子，我没拿纸，你给我送点纸。你怎么不穿裤头？穿那玩意干啥？不舒服，这多凉快。你这起码有35公分了，不穿裤头怎么行？怎么走路？用绳子啊，多方便。疯子，快看你头顶！都看到了吧？刚才树上有个野人，那肯定是野人。这里又不是神农架，怎么你们这山里还有野人？不是野人，哪有野人会穿着球鞋？应该就是个人。这没想到能跑这么快。云峰，你是看到什么了？没有，没看见什么，可能就像豆芽仔说的，是生活在山里的野人。咱们赶快走，离开这里。疯子，你要是看到什么了就说出来，反正我是没看到。继续向前走，30分钟后出了树林，视野陡然开阔。从我们这里看，西南方向200米处出现一堵巨大的土墙，而在土墙旁立着一栋3层石头楼，石头楼还有木门。快步走过去，距离近了再看，我感到非常震惊。奇怪啊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还有墙？还有房子？谁在这儿建的？云峰，方向对了，我们很接近了。这堵墙用的是夯土技术，这种技术发源于大西北地区，和我当时在阿拉善黑水城见过的夯土墙一模一样，不会错的。这是几百年前党项人建造的夯土墙，距今天最少有700年了。那这栋石楼呢？一样，这栋石楼和这堵夯土墙是同一日期的产物，也不知道当年到底有多少党项人逃到了这里。大家伙注意一下，天快黑了，山里昼夜温差极大，我看这石楼能挡下风，晚上就在楼里睡吧。不行，不能在这里住。你看你胆子怎么这么小？就算刚才那是个野人，我们10几个大男人，有刀又有枪，大不了留2人守夜就行了。我去年在部落还见过一个被狼喂大的孩子，也是在山里发现的，真没什么好怕的。说完，张彪挥了挥手，一名夏尔巴族汉子走过去，一脚踹石楼的破门。部落的人先后进去，于哥也要进去，我立即拉住了于哥。
云峰，我知道你意思，可现在天还没黑，都走到了这里，你难道不想看看楼里有什么？万一要有什么很值钱的文物怎么办？牙仔，回来！走吧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还以为这栋楼里都是破砖烂瓦，没想到这么整洁，一点灰尘都没有，好像是有人住过。那个野人是不是住在这里？那咱们不是占了人家房子吗？什么怪味这是？好像是从2楼传下来的味道。从1楼通往2楼竟然没有楼梯，只有个很窄的木梯子，一次只能上1个人。我们先后上到2楼，一看吓了一跳。2楼地上有个泥糊的火台，火台上有口很破的铝锅，锅里全部煮的都是树皮，煮出来的汤水是乳白色的，像浆糊，满满一锅。难道有人吃这东西？吃树皮？这玩意好吃吗？别动，你不想活了，这不能吃，这是沙猴树的树皮，有剧毒。把头，你看什么？我眼神不太好。云峰，你看看墙上那是不是壁画？好像还真是，是一个人，地中海耳朵两侧部位留有一圈小辫子，是西夏人。还有个3楼，看样子快塌了。把头，咱们走吧，晚上去别的地方扎营，别住这里。你看你，现在7点多，外头天都黑了，你们现在扎营肯定来不及。这里晚上有狼、蛇，说不定还有熊，咱们人多力量大，晚上休息聚在一起就没事儿，分开了反倒危险。你们仔细想想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张老弟这话不假，在这深山老林里，还是待在一起比较好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那就这样，晚上我们睡1楼，你们睡2楼，我们人多，守夜的活交给我们了。唉，行吧行吧。云峰，你白天是不是看到那人长什么样啦？你真想知道？我怕我说了你不信。你说吧，我信。那个人不知道是男的女的，脸都烂完了，没有鼻子，没有眼睛，脸上都是流脓水的大包，还有蛆从他眼眶里往下爬。哎呀，你太坏了，你故意吓唬我是不是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不信。我感觉那就不是个人，可能是个软粽子。知不知道什么叫软粽子？我给你讲个真事儿。以前啊，不听，我不听，我要睡觉。完了，我想解个手，怎么办？小的，别出去了，你就在这里尿一下算了，我又不看。那怎么能行？你们都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不行，你陪我出去。行吧，走吧。你们去哪儿？没事，把头，我陪小轩去解个手，很快回来，你赶快睡吧。你们去哪？没事，把头，我陪小轩去解个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别照我行不行？转过去。小轩，你快点。别催了，马上。那是什么？是白天那个怪物。糟糕，他进10楼了，得赶紧回去通知其他人。别睡了，都别睡了，赶紧起来！那东西从楼顶下来了。我说兄弟啊，你这一惊一乍干啥呢？别闹了！哎呀，有情况都赶快起来！怎么了，云峰？是啊，疯子，怎么了？牙仔，你上去看一眼，上头有个好东西。哦，好东西，是有值钱古董。没梯子上不去啊。于哥，你个儿高，我踩你肩膀上去行不行？来吧。怎么样，牙仔，看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古董？鬼呀！你看到了什么？反应这么大，差点摔下楼。鬼，房顶上有鬼，我看见鬼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动静这么大，你们在干什么？3楼有东西。兄弟，你是眼花了吧？你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像人的物件，吓着了。要不你上去看一眼。快看，那里有头发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？阁下是人是鬼？鬼，哈哈，好久没有见到活人了，我也忘记我到底是人还是鬼了。要不你看看。啊，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很恶心？你是研究队的人？你认的牌子，你怎么会认识我们？你是谁？叫什么？
我叫王显生，和你一样是搞研究的，我没有任何恶意，只是想和你谈谈。你在这里多少年了？多少年我也快忘记了。我们应该是1966年来到这里的，我们是首次进入这里的一批考古队。你他妈刚才吓死人了！白天树林里的野人就是你吧？差点一枪打死你！你藏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打死我就好了，我要是死了，就不用再受罪了。我们能聊一聊你的经历吗？可以，我很久没和人说过话，有些事也想告诉你们，不过我得先上药。很奇怪吧？为什么我会上这种药？年轻人，你要是不介意，过来帮我擦一擦。去吧，云峰，小心些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树皮水擦身子？这树皮有毒，你这是感染化脓了，最好去医院打个抗生素。我必须每天用这种树皮擦身子，如果一旦停下来，我就会非常难受。请问现在是哪一年？2005年。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已经过去39年。你说你们搞研究的，可是研究西夏？是。研究什么？研究西夏亡国后党项人的去向，研究夏末地理县最后逃亡到了哪里。那你们来对地方了。我叫马军良，都死了，他们都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你认识七月爬？认识，那个人化成灰我都认识。当年就是他诅咒了我们的研究队，他诅咒我们皮肤溃烂，脸上生脓疮，日日夜夜遭受苦难折磨，永远不能自杀。我们这波人是最早一批研究西夏学的学生，我们查遍史料，根据大量推断得出结论，最后我们来到了木雅，希望能解开历史谜团。我们做到了，我们解开了历史的谜团。这里曾有过一个国家叫西乌尔国，成百上千的残余党项人聚集在此，李宪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行宫，自称西吴王。这就是证据。真是了不起的东西，云峰，这的确是铁证。这东西一旦传出去，国内3代人读过的历史书恐怕都要重写了。但我们不后悔，我们这批考古队员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吃一起住，就算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被人接受，但我相信终于一天会有很多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名字。关于七月爬，我知道的比你们更多。康定这里有个东西叫爬神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我见村民做过请爬神的仪式。爬神就是蛇神，所以说七月爬代表的就是党项蛇神。爬神就是蛇神，所以说七月爬代表的就是党项蛇神，他们是党项古羌分支。你们也可以理解成七月爬就是古羌蛇神的祭祀者。我还记得老师说过，古羌的诅咒分2种，一种是来自精神上的诅咒，一种是来自身体上的诅咒。我们中的就是身体上的诅咒，所以我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云峰，我觉得这人精神可能不正常了。老师傅，你请过目。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东西？在黑水城的地宫中，一具叫米之音女干尸的肚子里。当时这幅羊皮图藏在一座小型阿育王塔中。马先生，当年你们有没有找到石塔？找到了，但是无法靠近。为什么？时间太久，我忘记了。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，这枚铁钱送给你，但我求你们一件事儿。请讲。我不能自杀，求求你们杀了我，让我早点解脱离开。没问题，稍后我可以让你没有痛苦的离开。天快亮了。最后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七月爬它是通过一面镜子下的诅咒。如果你们无意中捡到了一枚镜子，千万不要自己照镜子，要不然今天的我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我身上也有七月爬的诅咒，以前是捡到过一面镜子，是在南平的时候，我晚上还对着镜子照了。难道诅咒我的是那面镜子？不行，我得问一问老师傅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？谁让你开枪的？我们刚才不是答应他了吗？帮他早一点解脱，这是他自己说的。我问你，那面镜子长什么样？云峰，你神经太敏感了，别老自己吓自己，那就是一张普通的老镜子而已，没事的。我们连夜将马研究员埋在了石楼后的空地上。这天天空下去了大雨，所以我们只能躲在石头楼里休息。那人死后，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包裹，一个铝制水壶，还有个发黄的日记本。突然，把头从日记夹页中翻出来一张寸长的老照片。咦，
云峰，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是我们的向导老福？好像是，但这照片上的人太过年轻，不能确定，应该不是吧？这山里的雨就是这样，说下就下了。二位在研究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福老弟，你看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停？哈哈，我看够呛，咱们只能在10楼这里待着躲雨了。早上吃完干粮，因为太无聊，所以在1楼陪他们一起玩起了扑克牌。我玩3把输3把，一直玩到了中午。山里的小雨还没停，就这时，豆芽仔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大喊：“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那人的坟被刨开了，尸体不见了！”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快去看看！这他妈谁干的？不知道啊，你们都在1楼玩，我们几个都在2楼，都没人出来，根本没听到一点动静啊。没错，早上回来，我们几个都在2楼，根本没出去过。云峰，这点我可以作证。首领妹妹呢？哦，你说她去外头上厕所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别管了，来，咱们再玩一把。玩个屁！她肯定是往那边去了。下这么大雨，你要去哪儿，兄弟？我看看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顺着地上的脚印和拖行的痕迹，我一路跟进了树林深处。随着距离拉近，我看清楚了，杂米王妹妹左手持着羊角鼎，右手提着一颗人头，正是刚埋不久的马研究员。你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把人头砍下来？别动手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兄弟，都是误会啊！你听我们解释。好，你说，要是说服不了我，今天我们就分道扬镳，你走你们的阳关道，我过我们的独木桥。兄弟，我们谁还没点秘密呀？你敢说你们没有秘密瞒着我们吗？我张彪敢对天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害你们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有秘密。如果兄弟你非得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怕你一旦知道了，会半途而废，打退堂鼓，会害怕。我向云峰要是怕，几年前就不入这行了。我他妈在派出所门口都盗过墓，我怕什么？别激动，我其实早就猜到了，你们是土夫子，但有些事儿不是说人胆子大就不怕了。2年前，我们部落有一个人从迷药山回来，是被一匹马拖回来的，肠子被拖得满山都是，心脏脾胃都没了，但人还活着，部落里的人都吓坏了。我们和他说话，他骑在马上还有反应，无疑说这是受到了王者的诅咒，只有把头砍下来才能阻止。虽然表面上我们确实害怕七月爬，但其实早就对他恨之入骨，而那个人就是首领妹妹的之前的老公。难怪他有这么过激的反应。照你这么说，把人的头砍下来就没事了？应该是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不是个男人，更不像威猛的勇士。这一天，我们已经到了张彪安排的伏击地，因为已经到了和七月爬约定的碰面地点，到那儿我们先藏了起来。他说：“兄弟，你们就在这躲着，等他一露头，我们前后包夹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那他要是知道我们埋伏呢？不会。据我所知，七月爬住在离这附近不远的某个山洞里，他一直深居简出，极少出来。前几个月我们来送过一次尸蜡，就是在这附近和他碰的头。那你们怎么联系？简单，白头鸟，把鸟放飞，鸟会找到他，把他带过来。老胡，等会儿就靠你了。我干了一辈子向导，可从来没有乱杀过人，我只是帮你们带路的，这可和咱们说的不一样。我这辈子没害过人啊。福叔，我知道你意思，给你加5000块钱，把猎枪借给我就行。那这没问题。我们在这一直等到了晚上，从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形消瘦的年轻人，他一身黑衣，打着手电，手里提着个鸟笼子，笼子里关着白头鸟，看年纪大概也就20出头的样子。我和于哥顿时疑惑，这是谁？这好像不是七月爬吧？张彪，你们这次怎么来的这么早？这才刚2个月，尸蜡呢？我们想亲手交给七月爬国师，他怎么没过来？废话，这次你们突然提前了2个月，国师怎么会知道？他现在不在山里，你交给我就行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你问题怎么这么多？我哪知道国师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是首领妹妹吗？你也来了，我一个人在这山里寂寞得很，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，让我泄泄火。该死，动手！国师说的没错，你们部落早就想反了。久闻夏尔巴人勇猛异常，今天我就把你们全杀了。这女的，我临时完定了。嘿，这，嘿，人多有什么用？动作一个个慢得像蜗牛。你们夏尔巴人难道就这点能耐吗？你他妈的有种别跑！不用打了，云峰，速度太快，你打不到他的。于哥，你看这人武功怎么样？
这个人很奇怪，他出手干净高效，躲避的步伐也是，看不出来门派的套路，完全是散打的底子。没想到七月爬不在，会是他来取尸了。这人是谁？他是七月爬的护法，我见过一次。现在我们已经暴露了，再想找到七月爬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都怪那女人，要是能忍住不动手，我们或许不会这么早暴露。现在说这些没用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现在我们得马上赶回部落。怎么突然要走了？如果刚才打死姓林的还好，关键是他没死。接下来七月爬可能会向部落展开报复。我几个老婆都在部落里，我不回去护着他们怎么行？另外，如果情况严重了，我还打算带着他们跑路。就这样，后会有期，兄弟，你们多当心。于哥，如果你对上刚才那个叫林神的，你有几分把握？95%，我赢，还有50%意外。那就好，我们队伍还有2把猎枪，就算再碰上这人，也根本不用担心。此次计划失败，罪魁祸首是那个野女人。清晨朝阳初升，我们早早收拾东西赶路，爬过山头，向下眺望，把头激动的瞬间攥紧了拳头。那一刻对我来说也是永生难以忘怀。底下是一块很深很深的盆地，盆地中植被满布，一座座巨型石塔拔地而起。这些石塔有方的、圆的，目测高度超过了40米。把头再次拿出羊皮图，他放在眼前对照了下。我们找到了，历史上这是党项人最后的栖身之地。壮观，这是太壮观了。这栋楼应该是当年党项人建造的防御工程，是李县防备蒙古人追来特意建造的。我们怎么上去啊？把头，第一个小门那么高，连个抓手的地方都没有。于哥，你能不能爬上去啊？估计够呛，我试试吧。没事吧，于哥？没事，不好意思，太高了，根本上不去。那试试看，用周围的树干做一个梯子，看看能不能爬上去。小心点啊，疯子！抓到小门边沿，我手脚并用，一个翻身上去了。进来后发现地方不大，空间不到10平米，一张青石板搭成的桌子，石桌上倒着2个锈迹斑斑的铁水壶。此外，在靠近墙角的地上，还看到一把断了弦的木弓。搜寻一圈，又找到了一盏掉在角落的铁油灯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再没看到别的东西。奇怪，这玩意内部也没楼梯，以前的人是怎么上到高层去的？怎么样，疯子？那里面有什么？就这些，其他啥也没有。那里有个烂了的方形木框，木框应该是以前上下运送人用的。一旦有追兵追来，只要砍断绳索，躲在炮楼高层的党项士兵便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想必党项人就是利用这东西上去的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把头，你们4个人拿4把铲子，分别从东西南北4个角开始，数着数，每走20步，向下打一个探坑，每个探坑统一打深5米，然后逐渐向中间靠拢。当你们碰到了一起，就代表这个地方探完了，这样就不会漏掉任何一座古墓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几人都碰头了，除了小轩动作稍微慢一点，我们基本上已经探完了，结果没有任何发现。不要灰心，有可能党项人集中葬在了某一个区域，这才刚刚开始，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下，我们时间充足。奇怪了，这探坑怎么老是打不下去？哈哈，都快看赵轩轩的样子，笑死我了，他手上没劲，打不下去。哈哈，都快看赵轩轩的样子，笑死我了，他手上没劲，打不下去。云峰，我打不下去。这么难打，是不是碰到石头了？我来。别打了，100%是石头，这你能打下去就怪了。走吧，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。不对，小轩，你把铲子给我。好家伙，这不是石头上打下来的粉末，这他妈是水泥啊！怎么了，把头？你笑什么？来了，是大木，墓主人非富即贵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是极罕见的灌浆木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开始挖啊！豆芽子，不要着急，我们现在要确定是全灌浆木还是半灌浆木。如果是半灌浆木，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；如果是全灌浆，那就不用费力气了，它是无解的。定准边线，开始挖。我倒要看看究竟什么来头。边线是行话，意思是用洛阳铲探明府墓葬的边界形状，以此为来确定这是个长方形墓还是正方形墓。打出来了，长34米左右，宽17米左右，顿时心惊胆战，全都是灰白色的水泥。大头，总得想个办法，我明明都闻到肉味了，光闻味儿却吃不着怎么行？古代的水泥成分一般是黄沙泥、石灰、糯米浆，当年考古队想打开也费了老鼻子劲了。棺材没有棺材样，整个就是一个大水泥坨子。我们要是用炸药怎么样？把它炸开。墓里的棺材陪葬品都和水泥混在了一起，如果用炸药，就算侥幸能炸开，
陪葬品也会全炸烂，行不通。有了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绝对可以干开这个水泥幕。我们把盗洞扩宽到2米，在水泥块上画一个门的形状，然后用冲击钻打下去。冲击钻没有炸药威力大，不会损坏陪葬品。说得好，请问窦先生，你的冲击钻在哪儿？还有，就算你有了冲击钻，去哪儿搞电？人力发电还是风力发电？于哥，你拿个凿子锤子，一点点给它凿开，这个不用电，也伤不到文物。要是那样干，我们50年以后再来这里接于哥吧。这位小兄弟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几位，我知道试验田老郭那里有把冲击钻，上次我看到过，应该是建房子打地基用的。还有，他那里也有个小型的柴油发电机，你们看。福叔，真的？你确定？绝对有。把头，要不我回试验田一趟，我最多耽误2天就能赶回来。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路上小心，速去速回。山里路难走，晚上更难认清方位，但我记路能力很强，我不像田39那个路痴，就是在迷宫里我也能走出来。后半夜1点，我打着手电走出了迷魂林，好在无惊无险。我大概在第2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到了试验田。郭叔，你在家没有？是我。是你小伙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们不是一帮人在山里？是这样的，郭叔，听说你这里有冲击钻和一个小发电机，我来借用一下。啊？你放心，等我们用完了，一定给你还回来。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压点钱给你。我是有，不过你们借那东西干什么？这个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，反正我们急用，行不行，郭叔？小伙儿，主要那不是我私人的东西，那都是属于县政府的财物，我恐怕是道长让我来借的，他有急用。道长，你见到马道长了？我知道了，你跟我来。冲击钻和发电机都在那，我1年多没动过，应该还好使。那好，谢谢你啊，郭叔。小伙子，你行不行啊？这些东西加起来起码也有200斤，实在不行就多跑2趟吧。郭叔，马道长还说了，让你给送一趟。啊，让我背过去？那我田里的活不干了，我1天挣40块呢。郭叔，这是200，算是我赔你的误工费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老郭背起来大竹筐往上掂了掂，看他轻描淡写的样子，我暗道一声厉害。其实我也能背起来，主要是绳子勒得肩膀疼。路上闲聊，我突然想起来郭叔跟着马道长练了2天的8部金刚功，于是我问郭叔：“你今年有40多了吧？这身板也太好了，比年轻人都强，是练气功练出来的？”你别说，还真是。我以前身体可没这么好，自从练了道长教我的气功，身上确实长了不少力气。那郭叔你也算是气功大师了啊？哈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只是跟着马道长，时间久了懂一些理论知识，可当不起这大师2字。既然你会气功，那你应该也知道炼精化气吧？知道。怎么了？你说炼精化气厉不厉害？厉害呀，这招当然厉害。马道长以前讲过，精为先天之本，精气神，精排在第一位。你想想，你把它练了，能不厉害吗？马道长还说了，炼精化气是道家不懈功的入门基础，炼精化气即气化神，炼神反虚。一旦到了最后反虚这一步，人就会显得非常年轻。一旦练到了这一步，人活过100岁，轻轻松松。不过你可不要瞎练，光练精化气这一步假功法就很多，练假的反而有害。真正的炼精化气功法是练后补脑，人练后会睡得很香，睡得很快。看来谢疯子教给我的是真正的炼精化气神功，不是假的。要是年轻人练了真的，没事吧？这个怎么说？年轻人不是不能练，就是身体正常。没结婚的话尽量少练，他很容易会练上瘾。一旦上瘾以后又结婚了，那女方不是就受罪了吗？啊？怎么会受罪？因为会无欲无求，心里生不起欲望。这样一旦结了婚，女方可不是就受苦了，跟守活寡一样。好家伙，谢启荣这老不死的果然没安好心，教我这个是要害我。聊了一会儿，此刻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我们打着手电继续走。后半夜1点多，赶路到了迷魂林外。郭叔，马道长之前说了，让你送到这里就行。那我就送到这儿，那我这就回去了。回去吧，郭叔。你们小心，见到马道长了跟他说一声，让他早点回来，别在山里转了。知道了。这些东西加起来不轻啊，云峰，难为你了，辛苦了。我们东西都有了，一定能搞开这座大墓，看看它里头到底埋的是谁。疯子，这怎么用？不亮啊！起开，什么都不懂，你瞎鼓捣什么？插上电，开始吧。一开始打到洞内灰尘四起，我脚下的水泥块不断被打碎崩起来。我们开的盗洞本来就在主墓室的正上方，我想的是一口气打到的，运气好的话能直接打到棺材盖上，就算运气不好没碰到棺材，也可以左右扩宽，一直打到第2天的傍晚时分。我正在上头靠着大树休息，
忽然听到盗洞下豆芽仔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碰到东西了，疯子快来！碰到什么了？疯子，你快下来看看这是啥？这他妈好像是块石碑。先拉上来看看。于哥，来帮忙。来了。把头，这好像全都是西夏文，这会不会是西夏人自己做的墓志铭？不是，是别的东西。辽金时期的墓志铭不用这种青石，而且字也比这个小，是西夏文。这碑头和甘肃博物馆那个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很像。按照西夏人修碑爱用双语的习惯看，背面可能有汉字，翻过来看看。还真有。讨王书什么意思？这是讨王书，不是墓志铭。所谓的讨王书是古代官家发行的一种文书，可以理解成给当官的人开的死亡证明。一来是凸显上位者对死者生平贡献的认可和尊重，二来是死者家属后代可以凭借上头颁发的讨王书，按月领取一定的米粮钱财。如果死者的直系家属也去世了，这份讨王书还可以传给后代，接着领取赏赐。总结，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。金碗银钵16件，金带酒器19件，竟然还有赤髯马牌，这是存量仅个位数的国家1级文物啊！这个贺洛公当年什么身份，竟然会被赐予这种东西？赤髯马牌，这东西值多少钱？如果我们真挖到了碑文上写的赤髯马牌，不敢说有妙音鸟值钱，但是文物等级不比妙音鸟低。这东西让我们每人分一辆大奔，绰绰有余。哇哦！那我们这次不就大发了？赶紧挖吧，愣着干什么？可如果卖这种等级的东西，一旦被逮到，差不多够一个4环了。云峰，你说前定4年是什么时候？我记不清了，应该是李宪继位的前1年。史书上说李宪在位1年就死了。不错，你说对了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上头说这个人叫贺洛公，同样姓贺。我在想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和西夏早期的贺成真有关？贺成真是谁？贺成真是不输于袁天罡的大风水师、建筑学家，在贺兰山脚下，那里所有的西夏皇陵都是他主持建造的。听了这话，我又眼皮不断的跳，心里开始害怕了。要说刚才还是个4环，现在100%是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大头，疯子，你俩都在那想什么呢？那么入神，赶紧接着干啊！有今晚，还有什么马牌？时候也不早了，今天想休息，明天再忙活吧。赤髯马牌对我的吸引力也极大，但我知道一个道理，越是看着容易到手的好东西，就越是要小心。晚上我们睡在炮楼里，我们搞这么大动静，老夫不是瞎子，他知道了我们不是什么教授学生。不过老夫前后收了我们2次钱，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。如果我们出事儿，他也脱不了关系，因为是他给带的路。大概半夜3点的时候，又下雨了。福叔，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？你醒了？没事，我睡不着，随便看看雨。福老弟，你身上这没事儿，刚才开门淋湿了，暖一会儿就干了。哈哈，要不脱了吧，穿着难受。不用麻烦，不用脱衣服。我刚才是听到脚步声醒了，所以开门想看看有没有人过来。你们没听到？我们现在睡在塔上，这地方总共这么大，哪来的脚步声？福叔，你不是听错了？我刚才确实听到上头有脚步声，好像是有个人在上头走。难道上头真的有人？跟着把头这几年，我从未猜透过他的心思，但我了解把头有个习惯，不论任何计划谋划，他一般不会告诉任何人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没人能猜到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清晨时分，雨停了，我们从梯子上爬下去查看盗洞状况。我去，疯子，难道昨天晚上下雨了？怎么洞里都灌满水了？你哪天睡得不跟死猪一样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我看下冰雹你都不知道。我靠，赵轩轩，你才是死猪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干活吧，去把桶拿来。奇怪，这水怎么变红了？把头，你快看，昨晚下了场大雨，可能是稀释了的朱砂透过水泥层渗了出来。看样子我们离棺材不远了。牙仔，我们还剩多少柴油？油不多了，估计还能用半天。如果在油耗完之前还没见到棺材，那就麻烦了。继续打，只有一次机会，今天说什么都要见到棺材。下午2点多，我和豆芽仔轮流干右向下打了1米深。我和豆芽仔同时看到，在灰色的水泥块中，突然露出来了一截黑颜色的烂木头，好像是棺材一口。豆芽仔激动的大叫一声，马上要去碰。小心，先别动。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？有股刺激味道，有点像我老舅的汗脚味儿。我知道了，疯子，是木头味，这是楠木棺材腐烂的味道。不对，楠木就算烂了，在墓里也会是香味，不会是这种味道。让我想想，不好，怎么了，疯子？赶紧上去，快！啊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啊！哦，我这就上去。疯子，快上来！云峰，你怎么了？疯子！
云峰，你终于醒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水，给我喝口水。把头，你们快来看看，云峰他醒了。身体感觉怎么样了，云峰？好多了。把头，我睡了多久？你整整睡了1天，咱们千防万防，却失此一防。不过万幸，你和豆芽子都没出什么大问题。卧槽，疯子，就你催我快跑那阵，真吓着我了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。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恐怕我俩今天就交代在里面了。小轩，给我拿支烟。刚醒了就要抽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昏迷那阵子脸都是白的？云峰，你们到底在下面遇到什么了？我们昨天都忽略了，那不是普通朱砂。我猜想，在整个主墓室的墓底，应该铺满了一层朱砂层。朱砂本身就有毒，只是达不到直接毒死人的程度。但如果是铺的朱砂层，便不一样了。我们昨天打下去碰到的是生石灰，再加上昨天下雨，石灰遇到水会起反应，而朱砂层只要一旦受热，哪怕不是很热，也会立即产生大量的汞，释放到空气中。这种汞的成分就和挥发后的水银一样，只有量够，短短几分钟就能把人毒死。始皇陵中就用了这种东西防盗。你们说都过去1天了，那棺材怎么样了？起出来了？那当然，疯子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金代版，你们把棺材搞出来了？根本不用搞出来，把头让我们顺着露出来的那一头棺材打了个洞，然后我钻进去摸了个干干净净。都出什么了？马牌也搞到了？出的东西不少，都在这里。那个什么牌子也摸出来了，还是流银的。顿时，我眼前闪过一抹扎人的金色，一整摞拳头大的喇叭形线花金碗，厚厚的一沓金带板，全用绳子捆着，还有一大把精美的玉器，主要是6龙玉琮、玉贵人、玉蝉和4、5个白度很高的玉环。除了这些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块铜牌子。赤然马牌，好，太好了，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绝对超过了200万。如果碰到了对口的买主，能大赚一笔。现在你身体觉得怎么样？要不你先休息1、2天，我们和把头接着去探别的区域。我没事儿，干活绝对没问题。